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当然，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广电帮帮团的2位老师，欢迎2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结婚这么多年，始终得不到他一家人的尊重，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我受够了。结婚后，我发现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所以忍不住怀疑，她当初嫁给我是因为钱吗？她总是对我所受的苦视而不见，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让我的付出成了一场笑话。她总是管得太宽，但又爱拖后腿，拜她所赐，我的生活总是兵荒马乱。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刘先生36岁，来自天津职员；女嘉宾张女士39岁，来自天津职员。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今儿带着金砖就来了是吧？女大3抱金砖吧哈。是。咋样？挺好的。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发现这么多年吧，然后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家里发生很多矛盾，他都不闻不问，所以我对他特别失望。啊，别，说说，也许有误会啊，咱把误会说开啊。刚开始就是我俩处对象的时候嘛，是从网上认识的。然后呢，他父母呢就是不同意，因为他是城市户口，我呢是农村的。后来经过他的劝说，然后他父母就同意了。你看看。然后开始我爸妈也不同意啊，就是因为他们家就挺有钱的，然后我们家农村又害怕我过去受委屈啊、受气啥的。后来他就跟我爸妈去说，然后说能保护我，能对我好，然后我爸妈就同意了。但是后来结婚以后，并不是像我想象的这样，刚开始还好，后来就是因为毕竟他妈不同意嘛，爸妈，我就想问我爸妈，就是说看能不能就是说让他父亲母亲能就是尊重我，或者是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就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就都包揽过来了，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就是他们家人我都来干。开始对我还挺好的。但是生完老大以后，他妈妈就发生一些小事的时候，他妈妈就动手打了我。月子里吗？就是刚过完月子吧。为啥事儿呢？就是因为我在餐桌上就是放了一个辣椒。就是吃剩下的辣椒没有收拾，然后我婆婆就说：“你太懒了，你不像以前那么就是愿意干活了。”然后就说我要给你爸妈打电话，让他教育教育你。我说您别打，我就要抢这个手机嘛。然后他说你抢我手机是吗？然后就乒乓就推我挠我，就把我身上就脖子呀身上都挠流血了。然后这个事儿吧，我回来我跟我们对象说了，但是他就是觉得。就是默默的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也不闻也不问，然后反过来就问我说：“你要是不把这个辣椒尾巴放在餐桌上，如果你食了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委屈在这儿。就是这是我婆婆，还有一次是我公公。公公也动手？对，公公也动手打我了。当时我还怀着2胎，那个时候是8个多月。不，这为什么呀？就是夏天特别热，我怀着2胎，就是做完饭了嘛。然后那个我就把就是饭菜全都放到餐桌上了，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叫我公公吃饭和我婆婆吃饭。当时我们家孩子呢，就是老大可能就是生病了，然后我让他去吃那个药，那个药是得饭前吃。劝了2次，我闺女都把药打翻了。然后我说你别这样，然后我闺女就动手打了我，然后我就教育我们家孩子，然后我公公就觉得教育他孙女了。
不行，然后直接就过来拿鞋就过来抽我。当时我怀着孕是8个月，我说您怎么这样对我呢？你当时在吗？也不在。那你回家之后怎么处理的这件事儿呢？肯定是先把他们分开，然后一个一个的说呀，一个一个的了解这个情况嘛。那你觉得你父亲这事儿做的对吗？做的不对，因为动手了吧？动手肯定是首先动手就不行。然后我父亲可能也跟我说了一下，就是不应该去跟他动手，当时是太着急了，然后我才转达到他那儿。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我没告诉。这个听着就有点儿，哎，咱往下说吧，看来这不是误会啊。对，然后等生完2胎以后，我们俩就为了避免跟公公婆婆发生口角嘛，然后就搬出去过了。可是，就即便搬出去过了，还是躲不开，就我公公还是过来找茬。发生了什么？有一次我婆婆出去骑车，然后把腿摔折了，她不敢回家，然后也奈何没有人照顾她，然后就是说来我这儿让我照顾她，我说行。为什么不敢回家？因为她怕我公公，然后我就把她接到我们家，然后照顾她，大概就是伺候了不到1个月吧。然后就是正好赶暑假，我姐姐家的女儿，然后就说上我们家小住几天，我说行，反正也放暑假没嘛事儿，然后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以后，我公公呢就时不时的来我们家看我婆婆，然后我又觉得他一个人在家里也不会做饭，我就叫我公公一块过来吃吧。然后就我公公看3个孩子都在我们那儿闹腾，对，闹腾，然后就因为一些小事儿，然后就小姐儿几个孩子发生口角了，然后就说我们家儿子了，然后我公公就不乐意了，然后就让我把我姐家孩子送走。我当时呢是同意了，我说正好我也太累了，可是当我把孩子送到楼下的时候，就是我姐家孩子就说，小姨，我能再住1天吗？我就再住1、2天。然后我就说行，我说那住1、2天你就得走啊？他说行。然后就把孩子又领上去了，然后公公就进门就骂我，你怎么又带回来了呢？然后就又给我打一顿。真打？对。你父亲打过你母亲吗？这个我不记得打没打过，应该是个惯犯。我觉得啊，我真觉得这个就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他说你带着孩子一起走，然后抢孩子有身体接触了，是这样。因为你爸爸打我了，捅着孩子的面儿不止1次2次了，我不想让孩子看这么暴力的事情。我说我把孩子先带走吧，我说先冷静一冷静。然后我公公就说：“你凭什么带我们家孩子？你算老几？你给我滚出这个门！”发生这个事儿你就赶紧走了呀。你还在这个家待吗？那我去哪儿？回娘家呀。带着孩子出去啊，开宾馆开房住啊，租房子住啊，走啊，等于又没走。没有，我舍不得孩子，还有一个是，这也是主要原因吧，还有一个是不想给我爸妈添乱。当时是我非要嫁给他的，我爸妈不同意了。好，这事儿等于最后怎么解决的呢？他觉得是他父母对啊，是我的错误。如果说我要不把孩子带过来住这几天，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他已经说了要带孩子走，就是今天给送回去，因为也住了1个多星期了吧，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就是我当时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前已经也跟他说过了，那个让孩子先别住咱这儿了，他忙不过来。你可真是。哎呀，我纠结的点不是这个，不是说我忙得过来忙不过来，你明白吗？这个应该是这个心已经碎了，都不是伤了。那个时候老二多大呀？4岁。4岁。今年老二多大？7岁。这是3年。那这3年里面，风平浪静了吗？还是又发生了其他的事儿啊？也有。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些小事儿，我尽量就是不去他们家。那公婆还过来吗？
就偶尔也会过来，就是我做好饭，他们吃完他们就走。就还过来吃饭？对。那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不一直到现在，我就想就是说不想跟他过，然后他就说，他就嘴好，就每一次都是给我开一些空头的这个好话呀什么哄着我。他可能也有委屈，我也多少也有点委屈。你还有委屈呢？对啊。好，你说。我的委屈就是，他有时候就那种，我感觉那种是爱慕虚荣的感觉。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吧，然后有别人的情况下，总说一些买车、买房，去哪儿看车呀，去哪儿看看房子去，然后去看看首饰，是项链啊，是戒指的，就是在有别人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这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别人听。买首饰我就是故意给你说的，因为毕竟结婚这么多年了，14年嘛。你从来没给我买过像样的东西过，你哪怕一件礼物，没有过吧？我就是故意的。买车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车就报废了嘛，将近报废，已经开了16年了。然后前些天就是5月份，正好就是也出了点事情，然后车也就开不了了。我说你看今天闲着没事儿，要不咱们俩就去看看车去，因为我们上班得离班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得需要骑自行车，大概得半个小时吧，然后再加上接送还得不方便，所以才说让你去看看车。这怎么了呢？你在乎人家的想法干什么？我并没有说觉得旁边这个人对我有多重要，我只是想在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我就是那种是比较低调的嘛，不想让人听见咱比如有这个东西或者有那个东西。我又没说要买多贵的车，就是正常的代步工具，没有，你不报废了吗？对，那个车是撞报废了，我就想买个就是6、7万、7、8万的，就哪怕个纯电动车也。听不下去了吧？好，行，他爱慕虚荣，他还有什么不好？他对我管的也比较宽，是啥意思？像那个衣服吧，就是给我买白色的，我说我不太喜欢白色的，非得让我穿这个白色的。穿呗，他这容易脏哎，不好洗呀。是你洗吗？我一开始洗，但是我洗不干净。还有就是我们俩在一个单位上班，天天比如早晨起来得喊他好几次才能起。我们等于是我把他先送到班车站，然后再送孩子到学校，然后我再返回班车站去赶这个班车，然后晚了的话就赶不上这班车，经常会赶不上班车，啊。赶不上班车了，就我自个儿得开车，等于是，油钱呐，还有这个路程时间呐，都会，还有这个风险都会增加。所以为什么不是两口子开着车把孩子送到学校直接去上班呢？是因为我们开车需要得花油钱，得浪费钱。你们家谁管钱？就是都有，没有明确的谁管。他挣的他管，我挣的我管。他有需要钱的时候也跟我说，我也肯定会给他转的。就是我手里要是没钱了，比如说给孩子需要买东西，或者是家里买点菜啥的不够了，我说老公我没钱了，你给我转点，他会给我转。所以你这些钱都花完了，你才会问他要。对。他不会主动的说给家里买什么东西是吗？不会，你像比如说6一儿童节，我带孩子去吃，就是好久没有去吃那个必胜客了嘛，我就觉得。毕竟孩子上初一、初中了嘛，我觉得还过不了几年6一了，怎么也得给孩子过个6一啊。然后带孩子去吃必胜客了，我说你帮我买一份行吗？我手里钱不够了。他说你没有钱，你还去带他去吃必胜客？你装什么有钱人呀？不是，那是谁的孩子？有自己的孩子，也有别人的孩子。那怎么了呢？就不愿意给别人的孩子花钱是吗？就是你现在就是先管好自己的孩子，再去想别人的孩子嘛。这不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吗？相当于是孩子的同学，还是你姐家的孩子？我姐家1个，然后我们家2个孩子，一共3个孩子，然后就订了2份套餐，就只订了2份套餐，我俩都没订。你留那些钱干嘛呀？住是吧？像有一些就是网络上的那些交孩子的学费啊、饭费啊，都是我交。要平常是孩子的花销都是他。我核实几个信息可以吗？下班之后回家的晚饭是您做？对。
公公婆婆来吃。下班的时候回来，基本上他们就不过来，因为我们下班到家得10点半了。晚上？对，晚上10点半。那孩子怎么办呢？孩子就在我公婆那儿了。哦。然后我们早晨早起再去接他们，再上学，再上。哦，所以周一到周五是孩子们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是这意思吧？对。哦，您指的他们来这儿吃饭是指周末来吃，偶尔来吃顿饭，还是周末就在您这儿吃了？基本上周末都会来，而且我们上的那个工作一个礼拜有上个3天、4天，就这样。就是现在让您不想过的最核心的理由是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引发就说我坚决不过了？是因为他们家人就是过了14年嘛，就是一直看不起我。到现在还看不起吗？对。然后就根本就从来就不尊重我。就我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是白费的。然后他呢，就一直就比如说一件小事儿，比如说今天我骑自行车我摔倒了，然后可能走那个小路，我告诉她老公我摔倒了，她说，你要是走大路就不会摔倒了，你为什么要走小路呢？其实我告诉你的意思是想让你关心我，然后并不是说你让我骑大路，然后就不会摔倒。前面那个就有一个垃圾车直接过来了，咱直接就是走那个正常的骑自行车道就可以了。你要非要走那个台阶啊什么的，那肯定不安全。不是，他不是向你寻求安全意见的，人家是求你安慰的，你听不懂吗？就是我们家里边就所有的事情，就一天当中，就哪怕因为一件小事，我俩吵得都不可开交。您觉得他尊重您吗？我觉得应该不尊重我吧。他要尊重我的话，他不会容忍他爸妈一次一次的这么对我，也不会跟他爸妈就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就这个婚姻让你很绝望是吧？对。你父母现在知道了你这10几年来的这个在先生家的经历吗？不知道。为啥不跟他们说？怕他们着急生气。对呀，你现在要跟他离了婚这事儿，不是依然存在吗？也会着急，也会生气吗？我就不告诉他呗。那你离了婚，他们还能不知道啊？就先不回去，然后就找个借口先上班呗。所以您现在道理就是，您今天来道理是说我就是要跟他离婚，日子没法过了，还是说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受了这么多的罪，我其实还是想跟你过，我只是你不能懂我，让老师告诉他该做一些什么。你到底是哪一个？咱把它明确明晰清楚，好吗？我跟您说，我对他就特别的失望。他每次都是用嘴，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嘴好，就是会哄，但是哄完以后他从来不做这个，就他是没有实际行动的，对吧？对，就是他对你的好都是他说出来的，对，你在生活里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心彻底凉了，是吧？对。好，规划一下离婚之后的这个安排哈，就是离婚的话，你有什么财产上面有什么诉求吗？没有。孩子呢？孩子我来养呗。你养是指你出钱，这都反正离婚双方都得出嘛，还是说您带他们？我带他也行，我出钱也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您没想过是吧？对。所以还是不是想真离婚的嘛？就是今天我觉得还是不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事儿，就我俩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办了就完了。我明白了。您的诉求实际上面是说，对于孩子和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我们还是在一起的，对吧？对。反正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演个戏嘛，把孩子接回来，是这意思吧？对。这是您的理想操作方式。那就是说，你宁可一个人，也不愿意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了，是这意思吗？对。你怎么想？我不想离婚。如果他坚持呢？他坚持，我就只能挽留啊，想办法让他改变他这个态度。来，各位老师，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这个家里，你不是爱人，
你是佣人。婆婆打儿媳，公公打儿媳，闻所未闻。这个打当中，更透出的就是对她的看不起。更恐怖的是，你作为丈夫对妻子的遭遇和委屈，不管不顾。她在这个家一直是委曲求全。你今天提出走出这个家，和这个男人一刀两断，我认为你很理性、很清醒、很应该。坚定一点，我们不受这个辱，这个屈辱毫无道理。你这一次坚定一点，坚定离开，好吗？好，谢谢波红兄。文老师，我觉得好屈辱啊，非常的屈辱。就我希望现代女性能够有所提升，就是在这样的婚姻环境里面，你还不就是改变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下一代即将成长起来的这些小女孩，我觉得会有个非常不好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差的影响。还有就是，我先跟你说，姐姐，就是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从小你的父母保护你，长大以后这个社会法律保护你，这个社会的权益都在保护你。只有你一直在给别人伤害你的权利，你明知道他拿拳头对着你，你为什么还要去挨打？是第一点，你思考你自己的问题。有一个点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所有就是在他父母眼里，他们家所有其他人，包括你的孩子在内，他们是一家人，只有你不是。对。你不被尊重，你被排斥，你被挑剔，所以你赶紧走，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留念的。还有就会发现就是，你从头到尾在这个舞台上的表达都非常的清晰，你的核心诉求很清晰，但是你丈夫的核心诉求非常的不清晰，因为他一直在避重就轻，他没有搞清楚自己核心的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搞清楚他的原生家庭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或者说他知道，但他不想去改变，因为那是他的舒适区。一个人在舒适区里面待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今天在这个台上，可能碍于各种种种原因或者客观因素，他依然可以说出好听的话，但是你是改不了他的根骨的。当你改不了他的根骨的时候，你这种人你只能远离他，没有别的办法。说完了。谢谢文老师。曹老师，打人的事儿我就不提了。二位老师说的非常对，我就没有必要重新再说一遍了。虽然我很气愤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男方绝对是一个和稀泥的高手。他装傻，其实他非常聪明。如果他不会说话，他打头就是个直脾气；如果他要会说话，他都不会说那些不走心、不走脑子的话，去怼你。我觉得，你考虑一下。后边还有一堆非常甜、非常好的陷阱的话在等着你，但是我觉得要摒弃一切，考虑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说完了。谢谢曹老师。山大老师，注意情绪啊，控制，不许说脏话啊，不许骂人，俩要求。对他真的没有好听的，我就问您一句，你站在这个台上，你。
个地位。就当你第一次婆婆动手打你的时候，然后你老公的不作为，其实就是给了你的公婆的一种底气。其实你一直是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外人，他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包括你老公也一样。这个心不是一天凉的。我觉得你现在开始应该好好爱自己，好吗？谢谢，来老师。广电帮帮团，我今天想，我觉得已经不是帮帮了，我只想救助你，姐妹，回家吧，回到爸爸妈妈，那才是你真正的家。不要再幻想或者是听信这个男人花言巧语。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他也不知道他错在了哪里。谢谢，都可怜，都可怜。女方是懦弱可怜的，让人心疼；男方是可怜的，让人咬牙恨。就我有时候在想，就如果这件事儿是我父母做出来的，我能做到哪个地步？我真的说能跟我父母撕翻了脸皮之后，拉着他们说你必须到他面前去道歉，否则我就不认你们了吗？我敢吗？我也在问，我内心在挣扎这个问题。博宏兄，你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曹老师，咱们同为男人，咱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生而为人子，虽然父母做的真的不好，按照公民标准来说，你的父母做的非常有问题，但是你确实作为儿子也好，你这件事儿搁在谁面前怎么处理都两难。我们是不是能处理的比他在那个环境下处理的更好？我不知道，我没有帮你说话的意思。我不是说你父母做对了，我是说你可怜是可怜在这儿，但是你的可怜恰恰让人觉得可恨。如果说这种可怜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动手的毕竟不是你，但是你对你媳妇儿的态度，老师也说过了，决定了旁人对待你媳妇儿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强大的人，谁敢碰你媳妇儿一根汗毛呢？对吧？你的可恨都不来自于这儿，最可恨的是来自于你的冷漠、自私，太自私。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都凉到了谷底。你知道哪句话吗？先管好你的孩子，不就是2个披萨套餐吗？2个自己的孩子，一个媳妇儿姐姐的孩子，那就有外人啦，这顿饭就吃得膈应啦。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自私，自私到这种程度？那是你媳妇儿姐姐的孩子，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呐。小姨带着孩子去吃顿饭，怎么了？就是外人了。那个钱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所有的亲情都可以不念及吗？如果你能够不念及这种亲情的话，为什么你不跟你父母决裂？所以我说你可怜，但是你太可恨了，太自私了。我真觉得你妻子应该离开你，真得离开。因为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发生了。别说你现在对他这样冷漠，即使你对他好，你父母对他做的那些很难翻篇。反正你自己想，我是你，我已经没脸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我用的是没脸。我能怎么帮他怎么帮他，那我就让他过得好。咱就做一善良的人，别做自私的人就行。好了，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咱俩也有14年了，可能这14年当中有很多不愉快吧，但是我还是想继续保护你，从我自身当中找错误，然后再从我父母那儿，我也有什么事儿我也要担着这个责任，想把你留下。
你说的根本就做不到，你连一个担当都做不到，作为一个男人的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怎么相信你啊？这么多年了，我给过你机会。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6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宝红兄是不是挺气的？气的真的非常无语。就我这个问题就得问您了，其实给您留了思考的时间了。如果那是您的父母，您怎么做？确实，一边是爱人，一边是亲人。我的选择是，不会和父母吵，我不会和他们去讲这个理，会立马带着孩子、妻子离开这个屋檐下，即便我暂时流落街头，这就是我彰显的对自己爱人的保护。其实就是态度。当然，你生育了我，养育了我，但是我也是有我的底线，因为我也是个独立的人，对吧？我不能去骂我的父母，我没有办法去骂你们，我没有办法去跟你们做对抗，但是我至少要表达我的态度，我的愤怒，对吧？当晚就走。好，马老师，男出女不出吧，姐姐可千万别出来。曹老师有什么两全策吗？没有，完全没有。而且刚才我试着代入了一下，我就说你代入之后，我代入之后，我想不到结果，因为我们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你就觉得超出了常理了，对吧？是，我想象不到，我想象不到这结果。反正我觉得也是男出女不出。莎娜老师，对，男出女不出，这太生气、太气愤了。来，让我们一起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请开门。来，让我们一起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请开门。你别缠着她了，你真的放她走吧。就是我觉得以这个女人对你的那种深情，你哪怕现在真的跟她分开了，你要真用心、真上心、真对她好，她有可能回来。但是如果你们不对以前真的用一种仪式化做一个告别的话，我相信你心里也不舒服，对吧？她说要离开，让她离开。去帮他好好的生活，先做一次告别，哪怕你重新追他、重新调整，都是特别好的，好不好？好，谢谢您啊，来，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结婚13年了，每一天生活都感觉很压抑，经常说我不淑女，还总是说我没教养。作为一个女人，就应该温柔体贴，会照顾家，而我却娶了个女强人。他大男子主义意识特别强，在我怀孕9个月的时候和我吵架，毫不留情。我不喜欢事情超出控制的感觉，但他总是挑战我的底线，所以我的脾气才会控制不住。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徐先生40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贾女士40岁，来自河北，对外汉语讲师。有请两位，有请。结婚13年了，几个娃？一个。今天来这儿是因为他就是老挑我，什么事儿都挑我，看我看不惯。就是平时的时候老说我不做家务，家里边然后这儿脏那儿脏的。然后还说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往回放，然后说我吃饭吧唧嘴，然后说我平时的时候笑哈哈大笑，这些他都嫌弃我。那您到底做不做家务？我做呀。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常理，一个女的，就是说，矜持也好，或者说是爱干净的习惯也好，都应该是正常的，应该一些习惯。到她这儿总是。就是说，已经特别严重的影响闺女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说是这个形象，一点矜持感没有，或者说，给人一种特别不爱干净的感觉。那大大咧咧不好吗？
我觉得一个女孩性格开朗，你说他现在都说了，这大大咧咧不好吗？他现在都已经把这个当成前提条件，就是他就认为这个事儿就应该大大咧咧吗？他跟你在一起，他不大大咧咧的，他跟谁在一起大大咧咧啊？回了家了放松怎么了？家里是温馨的地方，或者说是温馨乱也可以温馨啊。那我的认知认为干净还成毛病了吗？不是，你们家有多脏啊？满地碎头发呗，那个洗手间踩的磨磨唧唧都是脚印子啊！那你拖呗。我认为这事是谁造成的，谁要收拾？家平常谁收啊？大部分都是我。那不就完了吗？你嘚瑟什么呢？你也不做个家务，我做了家务，我把它弄乱了，反正也是我收。生活的那么较真儿干嘛？接着说这事儿，咱翻篇啊，因为这个没有对错。他就是追求完美，就是认为我不淑女，然后他觉得我对孩子造成这样的影响，然后他现在就感觉最大的灾难就是孩子像我性格，然后大大咧咧。男孩儿女孩儿？女孩儿。我们平时的话，我就对孩子教育方面就属于是说，我觉得他应该多学一些艺术类的，比如说钢琴呀、舞蹈啊。那以后学习上可以轻松一点，因为我们都从高中就这样过来了嘛，我不想让孩子像我一样就属于是那么累啊，所以就想走个捷径，他也不同意。不是你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教育方式，就是给孩子放鸭子，你都不管而已。现在给孩子没立下这个规矩，从小，导致现在孩子大了吧，你跟那个这个长辈没大没小，跟同学们男孩玩没边界感没尺度，跟做题没个端正态度。啥叫没边界感没尺度啊？你能举个例子吗？我们听听。别上来扣帽子。我觉得他可能你总不能一个现在今年上6年级了，就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跟人打招呼拍一下，然后或者看男生的时候，确实就比如跟人家感觉就是哥们儿那种感觉，就然后直接搭着肩膀，可能没问题啊，没毛病啊。他就认为这就是没有边界了。怎么了？我觉得有些问题应该有一定的距离感，一定的边界感。什么距离感啊？他多大呀？12啊，6年级了。对呀，该有马上他再往前发育一步，他就自然就有距离感了呀。这不成长过程里面很正常的吗？还有啥呀？然后他就是每次的时候，只要孩子有错，你可以说，我不反对你说。他接下来就不管当个10个人、8个人，就那个女孩就上去，然后他他就说他一顿。你当时说出来之后，才能知道让他这个错误为啥错了。那也不能私下说吗？你不要，你私下说，你私下说之后，他还知道这个错误为啥？不傻。为啥错的吗？他肯定知道。听懂了，在教育孩子的理念上面是不一致的，是还是不是？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对孩子太暴躁。管吗？管。就说起来，就只要我指的管是，比如说，对孩子的陪伴有吗？有，我平时忙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他就属于管的时候多，但就管的时候那以后你就闭嘴吧，反正他管得多。我觉得太暴躁啊，太暴躁啊，那所以你就别挑他的理啊。大家看见没有？2回合下来，没人是绝对有理的，这不是家吗？他更暴躁，其实，一张嘴了，不如他意了，都滚着，闭嘴。回你屋去，你傻吧你，反正就，哎呦，我这跟孩子有时候我真看不过，我说这个孩子天天叫你吼的都不知道怎么个尺度了。那我不是总大吼大叫啊，那我天天只要就是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就挺好，你一回家之后叨叨叨叨叨，我买50个笔芯儿，你然后在那叨叨叨说我浪费，我多买2样水果，然后你也说我贪吃，说我浪费，那我自己赚钱我就不能花了吗？2笔芯你使的时候找着了，后边那48个笔芯你找着了啊？回头还得让我和孩子帮你找去，我们不帮你找了，你得说这个说那个，完了脾气又起来了。哎呀，你们俩真为这点事儿也吵啊？你买了50个笔芯儿？对呀，我在拼多多用了买的，48个找不着了。来，你让我去给你找。对呀，我就说那笔芯去哪儿了？你帮我说的这个只是一个习惯。你咋回事？从来不收拾。为啥找不着啊？啊？那东西家里边东西不是总你放吗？你哎呀，我不是瞎吗？吗？没找着。你再买，我再给你买2根。那你要这样，我永远也吵不起来。不就完了吗？较什么真儿呢？弄什么？我还评个理，这有啥好评理的？其实他就是大男子主义，他就啥事儿都想让我听他的。哦。我就是有时候我就不服，完后就是我就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家里边我弟，那个时候然后要结婚了，我说让他过去帮忙，
然后他就这事儿也忙，那事儿也忙，他就不去。完后他哥们儿结婚了，他就屁颠屁颠他就跟着去了。完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那个时候挺着肚子9个月大，到最后你还然后就属于这样，我指望不上，你也指望不上。然后后来就跟我动手了，把身上弄青一块紫一块。后来然后我弟结婚的时候，我都穿长袖然后去参加的。你要把事情原委说出来，那个东西是有前提条件的。哦，您说，他说青一块紫一块的，当时我跟他一再解释，我说有事儿，那晚上嘛睡觉的时候床上，然后躺着，就非得跟我说你有啥事儿啊，跟我掰扯没完了。我说不想说了，不想说了。我说我这时候坐起来了，坐起来我要出卧室，穿睡衣，这个时候就撕吧我睡衣。又晃荡我的，这又掐的又怎么着的，睡衣都撕坏了。回头我都挡了几下，那谁知道他拿这事儿还说事儿了，还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是，我都说你家的事儿就特别重要。我当时真是有事儿，完了我的事儿就特别不行，特别小，给人一种落差感。媳妇儿弟弟要结婚帮个忙，姐夫帮个忙，怎么了？当时是有事，有啥事儿？那个时候也在上班着，有个会需要我去操办，办去呗。对呀，再跟他解释嘛，但是就不行。不是你办完再去帮忙呗。关键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快的应变呢。跟应变没关系，不就心里面那些破事儿搅着底的吗？还有个事儿，啥事儿跟他家人商量，从来不跟我商量。咱卖过2辆车了吧？就卖第1个车的时候。一直背着我，跟他弟打电话，我是听着个音儿，我才知道，是把车卖了。第2个车啥时候卖的那阵儿，包括这2个车卖多少钱，从来没看着过。那第1辆车，啥都跟他们家商量。是跟我弟商量的，因为我习惯跟我弟商量。那时候也刚跟你结婚，你习惯跟他们商量就。我觉得角色没转换好。然后第2次你不知道因为啥卖车吗？第2次的话，那不是因为给孩子要交1680的舞蹈学费。我跟你要钱，你不给我，那到最后我也得活呀。我不把车卖了吗？你们俩谁管钱？以前的时候他让我管过一段时间，后来然后他又把工资卡给收回去了。收回去之后就各花各的了。你知道我为啥收回去不？当时刚结婚那阵儿，非得要我工资卡，完了吵架，利用吵架找事儿，完了我把工资卡给他了。那阵儿看余额比较充裕了是吧？有点积蓄了，就惦着折腾。又租店面又整门市脸儿。他那阵我都告诉他，我说你要有规划，要有预算，要有支出，说这个各方面的。结果你自个儿啥呢？你好高骛远，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打算，就知道往里赔，一个店面就得赔进去20-30。那我也是想赚来的。所以我要把卡收回来。所以当时他第2次卖车时候管我要钱，我不给他。那我就觉得你不给我钱可以，但是孩子钱你不能不给呀。那到最后家里边所有开支都是我的，然后你不给孩子，然后就是1680块钱你都不给。后来然后到最后你还说让我跟你说啥，我还跟你说啥？你都这样，我指望不上你，我把车卖了，为啥要告诉你啊？您有主意吧？所以你们俩现在在经济上面是分开的，对吧？现在又合到一块儿了。谁管？现在的话是我在管。然后，因为我们又买新房子了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就然后我跟他一块儿结婚13年，他离婚协议书跟我写3版，每次然后一有事儿，然后就直接就那俩字儿，哪过日子总把那俩字儿放在嘴上啊？不是，他特别不听人劝，你知道吗？听家人的，听朋友的，就不听我的。哎，你们俩写了3次离婚协议，为什么没离成啊？都是我死乞白赖的，然后把他往回拉。第1次的时候，其实是我提出，就是然后我弟结婚那个时候那个事儿，我觉得他然后就是把我身上弄青一块紫一块，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就不能忍了。后来然后他觉得他可能就是错了，他把我拉回来了。然后第2次的话就是那个卖车的时候，然后他觉得就属于我不尊重他，然后就非要跟我分开。然后我后来又觉得，那既然然后就是要一块过，也不能不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然后后来我就然后又死乞白赖，然后就把他求回来了。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最近一次，就是我们又买新房子了嘛，就因为然后这个装修风格，然后就属于是达不成一致，然后就又因为小事就呛起来了。后来他就说他累了，他就说然后说啥也不跟我过了，就是听别人的，因为我俩都定好了之后，因为他朋友的一句话就得跟人家走。那你房子一住几10年，那到最后的话，我让人家给我去看看怎么了？
是，然后刚开始定的是咱俩满意就行了呗。呗，那是大动作。那我就想让人家看看，人家看了之后说我们那种设计方案不好，就改了。改了之后，然后我就直接说那就挪到这边来吧，他就急了，他就说然后我不重视他，然后就听别人的话，不听他的话。对，关键你还没告诉我。他就等我到那儿，木工在那儿弄的时候，等我到那儿我才发现这个事儿。离婚之后孩子给谁啊？你如果他真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自己走，然后孩子啥都给他，房子也给他，车也给他，我就然后自己走了。我来问几个问题吧，就过去的这些纠结，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像类似于这样的纠结，哪个家庭没有？每个家庭都有，对吧？是不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对。第一个就说白了，生活习惯不一样。我觉得这样是干净，干净的标准不一样，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对。那么你要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过了13年，这种习惯还没磨合好？我一直在嘱咐他，我说应该怎么做呀，但是他就是不做。就是为什么还没有磨合好？你不要说什么，你就自己想这件事儿。生活习惯不一样，这各家都有，但是通常其实都磨合完了。对吧？第二个，关于孩子的教育，孩子教育只要是夫妻之间没有不打架，都打，这很正常，没有对错。谁敢拍着胸脯说我的教育方式可以让这个人50年以后、60年以后、70年以后一直还受益受用？没人敢拍胸脯说吧？你敢吗？不是，你敢吗？不敢。完了嘛，咱们就说基本道理。所以这个打架也很正常，不构成。第三个，在现代中国的婚姻当中，不就这点事儿吗？婆家亲娘家亲嘛，给人一种感觉，对，是一种内心感受。对呀，我感觉我被慢待了。最后关于装修的问题，装修打架也很正常啊。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第一点是说，你们今天吵的这些都是家庭生活当中最正常的，没有什么稀奇的。接下来就是我想说的。发自内心的，其实这个女人你现在是厌烦的吗？你是从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她的态度，全盘否定了这个女人。你是不想跟她过的，你对她没有爱了。我们都不谈爱不爱，今天的核心就是你们还想不想过？你的心胸真的那么小吗？你的适应力就那么差吗？13年你不能适应一个躺在你身边的女人，家里面这儿乱点那儿乱点，这儿脏点那儿脏点，你就不能适应吗？你们俩叫一个心太细，一个心太没心。我觉得，那本身我就是看见他的时候就对他一见钟情。哎呀，你就是色迷心窍嘛，那本身不就长得高长得帅吗？不就这东西吗？那就看着他。那你还得过日子呀，这帅管用吗？13年抱着管用吗？现在嫌你吃饭都吧唧嘴了，现在嫌你说话大大咧咧的。我不是要挑拨你们夫妻之间什么，我只是摆明一个事实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冲突？先让你想一想。那当时认识那阵儿不这样啊？对呀，对呀。为什么结婚以后这样了呢？他说我老装，刚开始认识他说他说我装温柔啊，然后他说后来结婚之后，可不就他说不用装了，他就总这样说我，对吧？你们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咱有什么话直接说，你像你老婆一样，你坦诚一点。我还是那句话，其实要想过有1万种办法，不想过一种办法就完全摧毁，这个办法就叫不顺眼。你们俩现在看着顺眼吗？我看他挺顺眼的。他看你呢？我觉得哪儿都不顺眼。对，你又看着他顺眼，又离不开他，然后，但凡能让他心里舒服一点的事儿，你都不愿意做，你这叫什么？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13年婚姻，写了3次离婚协议书，还准备写多少章呢？究竟会不会真的让离婚协议书落地呢？但是你们这段婚姻当中，更大的问题很显然出在您的丈夫身上，很高大，但是你的内心，我不说狭隘，很细小。任何事情，你都在眼中把它放大了，深藏内心，耿耿于怀。只要有场合喷薄而出，这不像我们一个男人的胸怀。作为夫妻，
如果话说不到一起了，饭吃不到一起了，悟过不到一起了，到最后肯定觉睡不到一起了，那就一拍两散了呀。所以做丈夫，你需要改，你改的很多，是要学会妥协，你呢要学会适应，这一点，你们两个人真的需要好好的磨合沟通了，好不好？谢谢博宏兄。王老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现在觉得你既可怜又可恨，为啥呢？为啥你这么卑微呢？这个家庭所有的道德评判的标准，不应该是以他想要的结果为出发的。他斥准你哪一点？他斥准你不想失去他，但是就是这一点，让你一直都甘拜下风。但我告诉你，他如果真的离开你，我跟你说，他也过不好。你不信，你们试试嘛。第二点就是，我们从一个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在看自己父母的时候，其实，妈妈给我的，在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当中，我的人生观里面，我的价值观里面，妈妈能给到我的是安全感，而且你所有的一切的行为举止，在他眼里都会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他以后可能会模仿你，他有样学样，因为在两性关系里面，他最直接的榜样就是你。我现在觉得你给你的女儿打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样，你应该让你的女儿知道，这个男人如果他对我好，我可以跟他过下去；如果他对我不好，我不舒服了，我很难受了，我压抑的受不了了，你就让他知道我们可以说不，我们可以说再见。我觉得先生有一点就是，你应该趁早说出来你不爱他这件事情，这是你在这个婚姻里面撒了最大的谎，因为你今天所有的言论都是基于真的就是不爱，你或许对他有亲情，或许有责任，但是爱情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他第一次说出来说你不要装了这个话那一瞬间开始，他就已经否定了过去你在他心里面那些出于爱情冲动的热烈的美好的幻想和期待。说完了。谢谢文老师。曹老师，我真的觉得你们俩真是那种属于谁都不吃亏，而且你们俩打的全是防守反击，永远在挑别人错误的同时来藏住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样挺可怕的。过日子起码有一个就是老百姓常说词儿叫就坡下，你们俩完全没有，就一定要把这个苦恼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把两个人弄得全都是过不好，又闹心又生气又上火，没有一个说我好，我为了咱们俩的感情去妥协一下。那如果基于刚才的这些话呢，我是觉得你们俩真的就是不爱，打骨子里边你俩互相都没有尊重过。甭管是跟家里商量，这边也是，这边说你有事儿你跟家里商量，你不跟我商量，你这边又说他大男子主义，这都没有意义，就是不爱。只是在孩子的问题上，两个人一定要想好怎么处理，剩下两个人好好聊聊，该分分啊，不爱就是不爱，甭互相找茬挑刺儿。好，我说完了，都感觉出来了哈。沙娜老师，就是这么多年的婚姻走下来，感觉不到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和默契，就感觉我每天干一件事儿，为的目的就是气死你。你们在这场婚姻当中，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敌对面。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说没有爱，但是我们没有爱情了，但是我们有家人之间的爱。这个爱它是更浓缩、更升华的。这个爱，它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尊重你，我把你放在我的心上。但是你们两个人没有，女孩嘴上喊着啊我喜欢他，我特别喜欢他，但实际上呢，你只是内心的不服气。你不服气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没征服这个男人，凭什么他不爱我？所以你内心是满满的不服气。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要求来行事，就是在权力斗争。如果你们的家庭当中只剩了两个人在争夺权力的话，那就是血雨腥风的日子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善良一些，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放下敌对关系，找到合作共赢的点，
如果真的找不到，那就散了吧。谢谢山大老师，来听听广电帮帮团老师们的意见。作为广电帮帮团啊，我想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觉得你们，其实从我的角度啊，孩子这么大了，你们还应该各自就是为孩子考虑一下。当初为什么在一起，肯定还是因为有爱，对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家和万事兴吧。明白了，忍了哈。是忍了，我觉得他很爱你，其实。来，老师。广电帮帮团呢，我今天特别想帮助这个女士。《简爱》中有一段话：爱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长此以往，你们才能相依相惜。因为太强的对手令人疲惫，太弱的对手令人厌倦。那么你们两个之间呢，可能男生自来就有一种优越感。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不要就无时无刻的，因为赵晨老师刚才说了，说这个跟男生说就是不顺眼了嘛。但是你第一时间你就反应说顺眼，我看他是顺眼的，你不要表现的这么就是把你的这个底牌亮的这么明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想建议你就说，我们要永远保持转身离开的勇气和底气。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和底气的话，那你就妥协自己去改变。谢谢，来，真的不爱，这个爱，我觉得我们说的，在我的理解里面不是爱情的爱，我说你们之间没有爱，是你们之间没有那种亲人之间的爱。而且现在最要命的是，你们两个人把女儿当成一个介质来进行彼此的攻击。你们对待女儿的否定，其实不是在否定女儿。你们是拿女儿做中间介质谩骂对方。你们想，我闺女大大咧咧就是跟她学的。你是在说闺女大大咧咧吗？你在骂谁？你妻子在面对你女儿的时候说：“你给我闭嘴！”闭的是女儿的嘴，还是让你闭嘴？你们自己想。这才是我觉得这个婚姻当中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夫妻两个人现在把女儿裹挟进来。以女儿为介质开始进行攻击，最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这种方式，不如不在一起，因为对闺女儿的伤害太大了。我挺可怜他们家孩子的，以姑娘为介质，夫妻之间去争斗，水平挺高，佩服你们。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老公，我想跟你说的是，在这13年里边，我真的挺在意你，挺在意这个家的。以后的话呢，我会多考虑你的感受，去把我身上不好的东西，然后去改一下，因为改了之后。对自己、对孩子，应该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时间，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把你的标准就是降得稍微低一点。我也希望你能看在这13年的份上，我们还是一起好好过。哎呀，听着扎心呐！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悦 APP 添加 FT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腾讯视频、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预测一下。确实，这段婚姻已经面上鸡飞狗跳，离夫妻反目也不远。但我依然认为，如果双方肯做出努力，还是能够自己拯救自己的。双出。王老师，我就希望都别出来。哦，是希望。来，曹老师，我是觉得，刚才说了那么多，他们俩还能挺一阵儿，所以说我觉得会双出。好，大问题以后再爆发吧。女出男不出。
来吧，看人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所以你看，中国这个哲学多厉害，难得糊涂。婚姻生活糊涂一点好啊，什么爱与不爱呀，什么脏乱差呀，什么真干净啊，别太苛刻对方和自己了，太累了。行了，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谢谢两位，请回。哎，以后可别跟闺女说什么大大咧咧都是随妈这话了啊，特别不好。来，请回。请回，请回，谢谢。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五 G 选中国广电。再一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